哎，华成，哎，冬梅，周梅姐，哎，那个月月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？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老太太不同意，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，身体也不如以前了。反正这上了年纪的人吧，就是越来越不担事儿。对不起啊，周荣。没事儿，没事。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，还需要1个月。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，这屋里6个人。可惜我跟秉义这边，我们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。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，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。没事儿，冬梅。华成，咱把月月接走吧，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。是个办法，要不然秉坤2口子还得分居啊。关键是楠楠跟月月不方便，也不合适。我跟我爸说，我爸肯定1天就能搞定。他们来了。完事了。我来。来，你别搬，你给我，给我。没事儿啊，这孩子。最近一直心神不安，因为哥哥的事儿。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，其实挺高兴的。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，就特别难过。我书包呢？这儿呢。爸，哎，你能帮我们搭个上下铺吗？让月月住。没问题啊，这还不就1天的事儿吗？你看看，这材料都是现成的，这国庆留下的。过去木材厂倒闭之前啊分的，他没地方放，不要了，那咱们就地取材呗。秉坤啊，把卷尺给我拿来，去你家量量。妈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住你们家？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？你跟你妈不是一家人呐？啊？妈，秉坤啊，我哪也不去，就住这儿。不行，为什么？你偷看我日记了，是吧？已经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。他们嫌弃我了？没有。那我还是想住这里。你们那儿就1间屋，我去了你们不方便，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。哎，你不用担心我们。不是你为什么呀？妈，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，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，是因为你们。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，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。跟你住，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，就当住宿舍，当室友。可跟我爸，他一个男的，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别不别扭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。妈，给你介绍个小客人。奶奶好。你好，好漂亮啊，小姑娘。谢谢奶奶。周荣的女儿嘛，冯月，我带她来拿本书。来，坐那儿，月月。好，衣服给我。哎呦，妈，来，我看看，这不都拼上了吗？你太厉害了！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，哎，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，真行。拿什么书啊？《呼啸山庄》，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，月月说她看过《简爱》，特别喜欢。我跟她说，《简爱》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《呼啸山庄》，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。小夏，添一副碗筷。
咱们家来客人了。哎，好的。好吃啊！啊，爸，我再给你盛一碗。哎，今天就凑合吃点儿。哎呀，挂面还凑合呀，这是细粮啊，比玉米面、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。吃完了啊，好好吃。我打桶水去，我去吧。行吗你？这有啥的？歇着吧你。哎呀，行，让你歇着歇着吧。你咋的了？啥咋的？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，你呲了他干啥呀？他才15，身板没长成呢，那压坏咋整？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？老爷们说话，你掺和啥？水叔叔，您好。不喜欢历史啊？为什么？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、火烧圆明园啊、割地赔偿、日本侵略什么的，不太喜欢。那可是我们胜利了呀！毛主席都说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知不知道4大文明古国呀？说说看。有中国，还有希腊、印度、埃及。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。没有希腊，而且，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，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，古埃及、古印度、古巴比伦。为什么他们3个要加古呢？因为已经做古了，没有了。只有中国，还是原来的中国。你们呀，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，这段历史，在几千年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。就像毛主席说的“弹指一挥间”，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昌盛，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。只是不巧，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，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他的再次辉煌，一定会，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、最优秀、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。这个民族精神、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，很难颠覆，不可颠覆。行了，妈，别卖弄了。人月月上了1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，这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，更累了。我不累，我喜欢听奶奶讲课。真的？嗯，那好，赶快吃。一会儿啊，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，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好，好。我跟你说，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，那简直是才貌双全，这我们都自愧不如呢。我回来了，回来啦，月月。哎，月月，老问你啊，他家咋样啊？他家有几间房？我没数。那几间房还用数啊？姥姥，我先写作业去了。啊，小舅母，我先去了。去吧。妈，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家。聪聪，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在哪儿，哪儿就真的是你的家。乖啊。
上外面约一趟哥哥姐姐写作业，你来写吧啊。走走走。我不去深圳了，也不去美国了。凭自己实力考，好好学习。好好学习。近期目标就是考上你们实验高中。也就是二哥这么大离开咱们府的，一晃都妈34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啊月月送到家了。啊，如今又一病不起了。唉，他阿妈说想进银台见见。哎哎，干啥呀？明天有重播，明天看。妈，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这孩子。哦，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？考虑考虑。冬梅啊，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。妈，这世界我管不了，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。他妹妹就是我妹妹，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。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，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。这回一见孩子吧，我倒替他想了。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，住惯了，他还能走得了吗？哎，周荣，哎，去看分房公示吧。啊，没有你，没有啊。公示前他们就跟我说了，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，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，粥少僧多之类的话。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，再老点儿，那上公共厕所、公共水房就不方便了。他们说不会的，下一批肯定有我。也帮你问了一下，确实没有你。词儿，我说呀，我别停，词儿呢？这么半天就给我一个我说不出来，起来吧。平时词儿背的特熟，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？肌肉太紧张了，脑子你就跟不上。我肌肉挺放松的呀。你感觉不准。昨天晚上演出，10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到你在这儿。导演，有你的电话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放松点啊，可以的啊，挺好的。做着俯卧撑把词儿给我顺了。哎，升堂结果出来了，没有我。不可能，这是姓苗的跟我说的死话，说有一个就是你啊。你当时送过他什么呀？海参啊。不是周荣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反正公示刚刚出，我马上找他，来得及的。千万别，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，没别的。这事儿你就别放心上了，这也是别人送我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反正这事儿呢，我既然应了你，我就会负责到底。周荣，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。小光，我心领了。这样的方式分到的房子，我住进去我也难受。你说的对，我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。周荣，
苗处长。哦，周老师。周老师，是为了房子的事儿吧？哎，我是尽全力了，才知道什么叫寡不敌众啊。分房委员会13个人，只有3个人为你说话。当然，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，大意了。下次啊，下次、啊。苗处长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。先别说话。哎呀，卡了半天，终于写完了。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，我朗读给你听。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，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，跨越古今，穷尽天地，铁鞋踏破，虚空粉碎。恍然之间，顿然醒悟，路在脚下，春在心里。怎么样？什么呀？居然有人送你礼物？别动，才有光的。哎，来了。芳芳，哎，小王，周荣在吧？在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，管分房那个。这姓苗的跟我说，周荣把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这是起码的吧？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。为了房子，你送的礼物，我送的。赵荣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？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，是不可理喻。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？14岁了，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。这个人自我中心惯了，冲动起来不管不顾，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。我真是无法想象，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，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？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，跟人家说，为了我的诗，投上一票吧。冯化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？老方，上我那坐会儿，一直说去都没去啊，走。走了。我出。老方，哎，干嘛？哎呀，路上啊，咱顺道买点菜，切磋厨艺。这次周荣来我这儿，我精心的给他做了4菜一汤。你猜他说什么？不错，很不错，但是跟冯化成相比差远了。走了，哎呀。啊。
没了吧？没了。这牛肉段让你给做的，是做的多。这些年啊，我们家都我做。华成，你要是女的，谁娶你谁有福，真的。周人也说过类似的话，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。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，得到了就不珍惜，人的共性。找谁呀？哎，你好，请问周荣家住哪儿啊？周荣，周荣，周荣。哎，你在家呢？你在家怎么没接电话呢？不知道是你打的。这不知道是我打的就不接了？这你们这楼道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啊！这电话响那么长时间都没个人接。嫂子，你有事儿吗？不是，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下，你学校分房那事儿怎么样了？又没有你。那下次分房什么时候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周荣？你还哭上了呢？啊？咋了？没事，哎，没事，嫂子。来，坐，没事。我觉着我的人生啊，很失败。谁说的？各方面。华成，咱别的不说，就说你写诗这一块，诗写的是真好，你绝对是一个好诗人，融没了香火，碎了钟声。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儿，碎了，准确，忧伤，到位。就为这，我把你所有获奖的诗全拿来读了一遍啊，别人的我也读了，这一比，你的最好。你不听人说，那是拎着礼物挨家跑出来的。哎呀，这周荣就这样吧，他有的时候说话吧，不太讲究方式方法。你呢，别跟他计较啊。他瞧不起我，就因为瞧不起我，怎么做都是错的。同样是送礼，你送有顺从，我送卑鄙龌龊。这月月都14了，还得跟爸爸挤这么小一个屋里，还真是不方便。比跟一个15岁的男孩挤在一块还不方便。但至少那边能分俩屋啊。夜里都得在屋里上厕所，中间那道门根本就不可以。要是再找学校呢？就不该去找那个姓苗的要回礼物，这下肯定把人得罪透了。我这个人，行了，别想了啊。嫂子，月月喜欢楠楠。啊？他说的？我看他日记了，被他发现了，现在肯定烦死我了。没事儿，别着急啊，我想想办法。你知道，在月月的嘴里我是什么吗？
一个男的。他的话比周荣所有的话都让我感到绝望。我在周荣的心里早就是一个平庸、庸俗的男人，今天也就是当着你的面让我下不了台而已。可是月月的话，真的打击到我了。从小没有在女儿身边，一有时间就想去弥补，去看她，给人送礼，急着催着周荣去要房子，都是为了尽早的能把她接回来。结果呢，一个男人这样吧，华成，咱换一下，你跟周荣到我这儿来住，我去住你们房子，行吧？且不说你们单位不允许，就算允许，你图什么？我非常理解。别，你别理解，不用理解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没有。我明白，不值得。要不是因为女儿，我跟他呀，恐怕不说了。来，喝酒。妈，哎，小舅母早，起来啦。路滑，慢点啊。一块儿吧。哥，下课后顺便到校医院开点去痛片。你们昨天喝了多少啊？
记不清了。看你昨天回来醉成那样，没告诉你。冬梅姐说了，可以让月月去他们家暂住，至少不管咱们俩谁先分房子。好事儿啊！好在哪儿啊？月月的问题解决了，这不明摆着吗？冯化成，你不觉得月月跟咱们一点都不亲吗？觉得。那你还说好事儿？那你让我说什么？一起来就找事儿。谁先找的事儿啊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周荣，月月不愿意回来住，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，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，是因为你。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，母亲起决定作用。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0到3岁是孩子和父母建立亲子感情的黄金期。2岁以前，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。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去上工，天黑了才能回来。我是右派，身不由己。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沫沫一样，啥都不懂，只要吃饱了冻不着就行。冯化成，我一个人在山里，我学习工作带孩子。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，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。冯化成，这大早上的吵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这盖世桶谁倒的？楠楠和月月。一来一回的，他俩上学别迟到了。加着点早的，晚不了。吃。明天别让他们到了，有的时候多睡会儿。来吃鸡架。对。我来，怎么还让您亲自来呀？来，给我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坤总，我找不着活儿，我哪儿都去了，我实在找不着活儿，人都不要我。我求求您了，您让我回来得了。不是，他被开除了吗？坤总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，他出工伤了，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。您要是再拒绝我，真的，我就死路一条了。那要不这样，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，你还得走。哎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不。我这剪得多干净，我洗的，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。给我。我再说两句。那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，以前吃饱就行，现在得吃得舒心，吃得干净。是。要像你以前那样，咱都没法干了。我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。行，8号桌。哎，哦，对了，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，您去忙吧。这月月去嫂子家住，倒行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她。要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。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。那你跟她说呢？
我有点怕他。关键这事儿吧，我当舅舅的也不好说呀，弄得我这个嫌弃她似的。这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的。这没人了，可以说了吧？是这样，咱家还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，大舅母说，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儿。这是谁的想法？对不起，我是不该看你日记，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。光对不起就行了，你还想我怎么样啊？不要再管我的事儿。行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吗？我不去。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？你偷看别人日记，知识分子，大学教授。月月，你长大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妈说啥了？哥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？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，趴在云彩上，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，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，衣服都不要，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。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呢？你妈说你了？说你吧，也是为我好。鹦鹉学舌。冯月，冯月，哥，你咋还不走啊？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，在学校门口等你。为什么要等我？她说今天晚上包饺子当晚饭，韭菜猪肉馅儿，你最爱的馅儿，想让你早点回去吃呗。走吧。走。坐好了啊。呀，吃上了，好吃不啊？好吃。哎呀，好吃就多吃一点啊。是吧？还有几个没包完呢，月月多吃点啊。姥姥特地给你包的。姐，你喜欢吃饺子皮还是饺子馅儿？你呢？饺子馅儿。谁不是？我不是，我喜欢吃皮儿，不用给我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来大舅母家2个多月了，这里要什么有什么。金奶奶很和气，大舅母很周到，
可不知为什么，心里头总是空落落的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你要将来好好学习啊，就跟哥哥姐姐一样，将来我们聪聪也考大学啊。冬季。但我现在跟你讲啊。要不我回信的时候，再跟他说说。没用的。气了。好孩子，如果他不管不顾，放下那边到这边来，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。我特矛盾吧？不矛盾。说明他是个好孩子，有情有义，聪明，好学，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。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，我就放心了。乐观一点是好的，但是这个话吧，说的有些早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孩子不打算认你，在你和他妈妈之间。他肯定选他妈妈，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。一定要2选1吗？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，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，也可以一起接过来。买东西呀。买一个搭一个。再说了，曾山呢？离。我看难。只要钱到位，没什么可难的。曾山看上的又不是我。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，那更难的来了。郑娟怎么办？郑娟什么都不懂，她听周炳坤的。周炳坤的事情，周秉义来解决。老杨，你说以前这一天的活，现在不是3天，日子不合适写，但是一天过去了，那不干。这以后可咋整？心里没不是这样不难受。啥意思？上次你揍那臭小子让我给你的，还让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哎，停一下，检查一下，来把饭盒拿出来。这俩人又干上了啊！打开。谁不是？干嘛呀？哎呦，这佟国伟拍马屁拍牛皮身上了。送你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把我活把饭盒都打开，让我看看。行了，行了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，杨师傅？多好听的饭盒交响乐呀！得罪啊，各位！所谓在其位谋其政，你说我们是门卫，门卫为的不就是这个场
况且你说这厂不是咱们大家的厂，是不是？这今天是啊，这以后可不一定是。啊，你们知道周书记吗？他去苏联干啥去了？他不管咱们了，把咱们厂子给卖了。别在这胡说八道，了解情况吗？不知道别瞎说。啊，走。又在厂子干了一辈子，就这厂子也不能费成啥劲。咱这是国家的厂子。哎呀，是啊，差不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恰恰相反。那周书记去苏联干啥去了？为厂子联系业务去了。如果这事成了，咱们厂子就有救了。那如果要不成呢？不成，周书记跟别的领导也会想办法呀。这能想啥办法呀？那是领导的事儿，咱们干咱们的，只要上下一心，恪尽职守，没有干不成的事儿。还多亏我慧眼识人，找了这么一个敬业职守的好门卫。处长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干。停车，停车！国庆，哟，林哥，不，那个周书记，您这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天、昨天就来厂里了。常玉怀啊，让我谢谢炳坤，谢谢炳坤给他推荐了一个好门卫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昨天我这没来上班，咋样了？哦，今天厂里开大会，会上跟大伙儿说。没通知你吗？通知了，可这不是值班吗？就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哦，听广播，那门卫室没广播吗？有。行，那我先进去了。您忙，您忙。那个，周书记再见。即便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型国企，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等靠要，而是必须依照市场变化的需求，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。在谋生存中求发展。跟同志们汇报一下，这几个月我在苏联的工作，我买下了苏联军方的一艘退役巡洋舰，把它带了回来，现在就停在大连港。这艘舰呢，用的那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呀。我们把它拆开以后，把这些钢材重新回炉压成钢板。当然了，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，我们把它交给钢厂，给他们工钱。钢板是我们的，我们卖，所得归我们。这一块下来呀，粗算一下，有上千万利润。除了钢材这一块啊，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。在苏联的时候，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。回到了国内呢，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。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，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。简单说，干好了，跟刚才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。所谓干好了，靠的是我们军工厂工人同志们精湛的专业技术。我不敢说放眼全国呀，至少在我们江辽省，除了我们军工厂，没有哪家单位能够吃下这艘舰，并且实现利益最大化，一个骨头渣都不会让它浪费。这样啊，我们就有了2000万。买这艘舰花了多少钱呢？300万。但是有一点，想必大家伙都清楚，我们军工厂根本拿不出300万。
这300万是国家给的低息贷款。谁说国家不管我们呀？该管的时候一定会管。还了贷款啊，再刨去大家的工资、医疗费、福利等等开销，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。喂，哦，老姚啊，哎，秉义，就咱们这关系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，咱有话我就直说了。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？哎，这个人现在是事业做得特别大，正好我最近跟他谈一个合作，就提起来你这个军工厂的事儿了。他是特别有投资意向。好事啊！那当然了。老姚，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？你知道了？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世斌的？有些话呀，就不必说那么明显了。秉义，我这也是受人之托，得跟人合作吧。另外，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。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。对不起啊，秉义，这个我没想到这一层，是我忽略了。他就当时就找到我，态度特别诚恳，我也是实在是抹不开面子。要不你还是做秉坤的工作。请你转告骆老板，只是投资的话，我们非常欢迎，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，免谈。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？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。看来我晚了一步。外延呐！哟，常处长，顶上啊！哦。这些人去拆军舰，工资按天算。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？那你多少啊？干得好的，8块。8块？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多了，厂子就亏了？那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，能做这种亏本买卖，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。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，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，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建时间。这件事情上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，就早一天资金回笼，早一天资金回笼呢，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。所以我说呀，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，那是致命的，致命的好，或者是致命的坏。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，那是军工厂的福分。这倒是。杜师傅，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军工厂彻底有救了，将来只会更好，越来越好。外头人都羡慕我们，羡慕我们摊上了个好书记。
2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，1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。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、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，那也不是闹着玩的，手续别提多复杂了。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，想都别想。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整宿的睡不着啊。合同都签了，反悔吧得赔钱。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，赔得更惨。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。哦，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，后来调到了武机部，现在退了，特别欣赏他。人家明部长啊，不到1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，办成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。严格的说呀，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都没有。看见没妈，都是想干事儿的人。不愿意在边上注视。秉义，别光说，快吃，凉了胃吗？还是不太敢吃，吃点就疼，光疼还好，恶心，饿着点吧，让胃休息休息。光饿着能行吗？当然不行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明知道不行，那你得想办法呀。胃病没法治。你的意思是没治了？他现在胃黏膜广泛出血，少吃是对的。夏阿姨，烤点馒头干吧。哎，好的。到时候你就随身带着，饿了就随时吃一点。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？他现在是急性期，等转到慢性的就已经晚了。不是，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，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？哦，秉义，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？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，是制度上的漏洞。公款吃喝盛行，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、很真诚，不好办的事儿也好办了。国内这边啊，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。这可不行，这得抓。什么时候兴起这个了？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。妈，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。这怎么是没用的呀？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，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秉义，一，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，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。2，积极配合治疗。不是说治不了吗？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？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，擅长胃病，我跟人约了下星期2，下个周2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。我回来啦。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？今天老师留堂，讲考试的事儿。尖椒炒鸡蛋，这个我最爱吃了。哎，洗手。冬梅，我来吧。不用，夏阿姨，我来吧。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。那行，那你慢点，别烫着啊。哎。妈，月月说您找我，他干嘛呢？我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？冬梅呢？在厨房煎中药。把门关上。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要关门？你说咱们这些记者啊，也真是，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，单枪匹马的去苏联，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，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报道，他不感兴趣，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，太无聊了。这事儿一定得问责，我去找省委宣传部。你看看清楚，这不是咱们省的报。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，给我打电话，我让他把报纸给我寄过来，托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源头。怎么样？是你先说呀，还是我先说呀？说什么？真的假的呀？这高丽啊？哦。
奥利亚这个人是真的，没有他的帮忙啊，我这趟苏联之行可能会空手而归。一关一关的，一关比一关难，以至于有那么几天我都想放弃了，觉得这就是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儿。急，加上喝了太多酒，胃里大出血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奥利亚呀，就是我的主治医生，业务很棒，也很热爱他的工作。他看我只身一个人，病在异国他乡，怪可怜的。有一天呢，就给我送来了几本小说，让我读读小说放松一下，还跟我科普，说很多疾病都跟精神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，光靠医生药物没用。我呢，就听从了他的建议，静下心来读小说，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儿，索性想也不想。哎，身体啊，果然就好转了。有一天他下班过来取书，我们就聊起来了，从医学聊到文学，从文学聊到哲学，聊到人生，很愉快。当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呢，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外公。他的外公啊，在军队当中威望很高。之前我只跟你们说了苏联巡洋舰进中国港的难度，反过头来呀，让那艘舰离开苏联一样难，更难，因为涉及到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。其实那艘老古董啊，早已经批给地区文联做爱国主义教育用了，可是呢，一直停泊在军港里。但真要把它开出来，开往中国，需要方方面面的批文，少了哪方的签字或者公章，买卖都做不成。最后一关，在海军方面卡了壳。有个舰队司令听说了这事儿，扬言要告到苏共中央。他认为啊，低价卖掉退役军舰荒唐。最终的结果是，奥利亚的外公出面，为我解决过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。事情办成之后，回国的前一天，奥利亚在他外公家为我举行了践行家宴，也把为这件事出过力的相关官员一块请了过来，表示感谢。跟你践行，为什么非要在奥利亚的外公家？他父亲去世了，他母亲住回了娘家。他自己没家吗？30几岁的人了，没结婚？离婚了。是不是？要是没有这份报道，你就永远不会提他了。也对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有选择的说。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，你既达到了目的，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。所以，有的时候，实话不一定是实情。妈，我说的是实情，报纸上说的不是。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？她年轻漂亮，又能干，她又愿意帮你，而且她也能够帮你。你不是圣人，你是人，你也是个男人。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，给你一个底线：擦枪不许走火。我保证。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？明白，引以为戒。妈，这报纸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？都没看见了不好。但凡报纸发行了，就不会是1份2份，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。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？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践行的官员，他们有的人后来来中国访问，去了咱们很多省市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，
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，不论大报小报，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，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，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。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，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，我们是入乡随俗。谢谢妈。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，你一定要回。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，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，显得中国人太小气，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。但是，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？哦，俄文，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。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，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，但你是党的干部，党的高级干部，你处处要谨慎小心，要懂得政治。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，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，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。应该是他们那航班到了。他们不会来晚了吧？哎，不会，这不刚出来吗？人。老姚，你怎么出来这么快啊？我们从那口出来的。冬梅姐，我们在这儿傻等着。我们走错口了。不，一样。来。冬梅姐，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呀？你也没变呀！你看看你都生完孩子了，还这么苗条。什么呀？全在这儿，肉全在这儿。哎呀，哎呀！来，魏红。哎，周干事，哎呀，周总，哎，注意影响啊，注意影响。好久不见，周书记。对。小董啊，一直想约着你们两口子去兵团看看，但给他打多少次电话，他总是忙。这是活干完了，他才肯休息休息。而且这次不是我去，我跟你说，这次都成不了。毛主席说得好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小同志，你这未来之路还是很长的。哎，这快到饭点了，咱先找地儿吃饭。对，吃饭去吧。我们对兵团呢是归心似箭啊，一刻都不能等了。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，啊，听你的啊，走，走吧。到了。哎呦，变样了啊！哦，那不是咱们那牛棚吗？快，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？快去看看去。来这边看看。这里边好像也没剩什么了。啊？真是没了。哎，那柜子还在呢。哎，这小木说，这不是胡玉霞，想起来了吗？哎呀，对，这梳子。哎，这不是我的那个缸子吗？你有印象吗？还是陶静书送给我的。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新的缸子。后来我送给谁了呢？陶静书去哪儿了呀？我听说他后来去法国了。那还行。那阵子呀，吉春知情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，足足装了5麻袋零1箱啊。最后一个走的，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，家在上海，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，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。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，说我个人的感受啊，
无比怀念。你怀念的是青春。把黑土地变成大粮仓，我们是出过力的。怎么不说话？你不也没说话？我在缅怀，你也在缅怀吧？缅怀我们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。冬梅，对不起了，周秉义同志。瞎说什么？走吧，咱们去兵团吧，现在叫农场。走。冬梅姐，现在我们俩呀，都各睡各屋。那会儿还在这儿的时候，别说分房睡了，分床分被窝都不行。现在好了，精神夫妻，哦不，在册夫妻，也正常，岁数大了嘛。我问过他，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，人家根本就不理，问烦了就说没意思，像僵尸。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要再不明白，那就真成白痴了。老姚外头有人了，不止一个。你们俩怎么样啊？我们俩都挺好的，一切正常，那就是很好。其实有没有孩子啊，真的无所谓，孩子大了跟你也没关系。这孩子要是不成器，你要天天跟着操心，看着就烦。这要太成器了，压根儿就不可能待在你的身边。这日子啊，到最后还是两口子过。自己选的路，有失就有得嘛。冬梅姐，等你在休假的时候，带上秉义哥到深圳去找我们玩，就住我们家。我们家就房子还行，500多平，独栋，院子可大了。那太好了。要求，如果我说服不了秉坤，骆世斌就不投资，是这意思吧？太可惜了，帮我做做工作。我们厂啊，设备先进，人才济济。他如果投资的话，我保证他稳赚不赔。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。他不缺投资项目。秉义，秉坤30郎当岁，他可以再婚再生啊。姚兄啊，你怎么老是替他说话呀？是，你们俩有业务上的合作，可咱俩是战友啊。就算你不向着我，那总得一碗水端平吧？有没有孩子就那么重要吗？我也没孩子。不是，他这人和人他不一样。哎，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人和人不一样，就像你更理解骆世斌，我更理解秉坤。在骆世斌那儿啊，孩子高于一切，老婆无所谓。可秉坤不是。所以说才让你过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嘛。那你帮我做做骆世斌工作。哎，这件事儿啊，只能当事人和当事人谈，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。那你什么意见？我的意见，外人，包括你我，不要管。明白了，我跟骆世斌说。好，
跟当事人谈。这事儿周炳坤是关键，楠楠呀、郑娟他们说了都不算。辛苦了，老姚。给我订一张去吉春的机票，越快越好。埋汰，这还算埋汰？我干的活比这个埋汰的多，也比这个累得多。炳坤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一直相信，只要努力，就能够有收获。我也相信，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。快吃两口。我是犯过错，但是老天已经惩罚过我了。你也是个男人，你觉得老天对我的惩罚还不够重吗？这事儿你从前不跟郑娟聊过吗？我跟她聊的只是把楠楠带走。那你现在啥意思吧？楠楠离不开郑娟，如果郑娟愿意，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。那你把我也带走呗？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跟我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出去。滚蛋！我视频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，我听你的。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？是吧？听和听还不一样呢。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钱，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。说我上辈子积啥德，娶上你娘的傻媳妇儿。我傻呢，我多贱呢。我傻。告诉郑娟，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。我请最好的律师，无论花多少钱，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。啥意思啊？你要打官司啊？是的。你忘了你以前是强奸犯吗？强奸这事儿不存在。陈年往事了，谁记得清啊？我记得事实是，她那个丈夫，啊，男人，她那个男人，只是名义上，我去他家玩，你才弄断了我一个内裤。他趁机勾引我。他在哪儿啊？我能去看看他吗？不让看。那炳坤会怎么样？这被害人呢，肋骨骨折、脑震荡、多处软骨质挫伤，够判刑的了。判刑？不行啊，小龚叔叔，您得救救他。不是娟儿啊，这事儿都闹这份上了，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，就算是炳坤他哥出面呀，也不好使。那除非呢，这被害人不予追究。
对不起。谁叫你来的？我妈。来干什么？道歉。那你的意见呢？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。